大家好，大家早上好，我是 Kevin，我是 Melody。我们现在在嘉兴的南湖宾馆啊，对，号称嘉兴的国宾馆。后面是江南的风景啊。对，园林风格。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嘉兴呢？我们来见一下多年的老友，她们的姐妹俩呢，多年之前把孩子送去了加拿大留学。借这个契机呢，我跟他们说，能不能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聊一聊这么多年的喜怒哀乐、甜酸苦辣。最重要是分享一些留学的信息和他们的现状。两个儿子都已经在加拿大有几年的时间了啊。对，是的。从他们下定决心把儿子送到万里之外的加拿大啊，到今日在加拿大成为学霸。我跟他们提出了邀请，他们欣然应允，我们也非常高兴。借着夜雨蒙蒙，我们来到了嘉兴。所以，如果你有孩子想送到加拿大，或者你也有同样的经历的话，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的聊天。这个就是我工作的一个部分，就是做一些公益的一些东西。我们做的一些公益，你看18年、19年，每一年、23年，对，嘉兴红十字会。对，就是这样的。工作中多少精力是在办这些事情？哦，这个值很少，大概1个多月。这个是我们纯公益的嘛，你没有收入的。那么大部分时间你还得是正常工作的状态嘛。已经有多少年了？16年到现在了，每年都很坚持。看着这个后面的地图啊。啊，对呀，这个是爱好呀，这个是爱好。以前是工作，那现在就纯粹是爱好了。现在的状态就是工作还是占据你比较多的时间。那当然，因为毕竟嘛，还有很多花钱的地方，对，还有小孩，他是大头，占据了我收入支出的大头。我本人的支出是其实占比不大的。大家好，我是 Melody，Kevin 在对面。我们今天呢，抽空来到了浙江嘉兴，这是一个江南小城，见到了多年的老友。突然聊天的时候想起来，哎，好像有个很好的话题，大家是否愿意听？也从来没有听他们自己总结过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这2位呢都是70后的妈妈，7年和9年前分别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加拿大留学。那么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选择了加拿大？今天分享的内容呢，大致是分为6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怎么做出留学这个决定。第二个呢，孩子在那头，妈妈在这那头，你到底有多焦虑？晚上到底有过多少眼泪？第3个方面呢，就是加拿大和中国的这教育到底是脱节，还是你觉得完美的衔接了？第4个呢，当然是钱啊，到底要花多少钱？中学要花多少钱？大学要花多少钱？然后第5个项目呢，我们大概想聊的是亲子关系，心远了，距离远了，到底是产生美，还是产生更多的不信任？最后呢，我们想结尾的呢，就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如果你有这样适龄的孩子，建不建议把孩子在现在这个世界局势和现在这个环境下，还把孩子继续送出去？一共大致分为这6个项目。提出来要送孩子出去留学的时候，家里有没有分歧？有没有过争吵？孩子有没有过不愿意？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慢慢引申下去。
首先呢，我们先请姐姐聊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决定要出去读书的话呢，其实之前并没有选择加拿大。那我们首选的是离嘉兴很近的上海。那我们是想以国际学校作为一个跳板，然后呢避开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并不是大家认为的口中的学霸，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大部分孩子都这样。对，然后我们也想让他看到更广阔的世界，然后有更多的选择。那么，所以我们就这样考虑。那么在进行考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国际学校，然后我们发现了加拿大。那当然是因为Melody 的这个介绍，然后我们也实地的请他去帮我看了一下加拿大的这个高中的这个教育的情况，然后呢各方面比较了一下，然后我们还是毅然决然的踏上了去温哥华的这个考察。那首先我带着孩子在17年的4月份，实地呢去温哥华考察了一下。那的确结果觉得非常的合适。我们就在温哥华考察的第3天，我们就决定了。孩子有没有纠结过？没有，他因为当时我们就已经在小学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规划了。我们就是想在高中或者在大学的时候，是要出去留学的。就这样。所以我记忆当中好像你曾经给他做过一个选择题，好像你说同样如果妈妈有这么一笔钱，你愿意是妈妈给你买一套房，还是把你送出去留学？对，在一次旅游的过程当中，因为每年我们都会利用2个假期出国旅游然后我就说，如果妈妈只有一笔钱，那么这一笔钱呢是给你以后结婚生子买房用，还是用作你的教育基金？那么我说你自己选。然后他呢就是没有考虑太多，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岁啊？大概15岁左右吧，也就是这个阶段。然后他说，那我当然想去进行更好的教育就是去更好的学校，有一个更好的教育机会。那我说好的。其实呢，妈妈肯定心中早已经有了答案。对。但是儿子如果是坚定不移呢，这个事情就更加成了。那当然。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妹妹的分享，为什么会选择加拿大？选择加拿大的时候，家里的人有没有过分歧？孩子在第一时间是什么反应？我自己以前小时候就有一个出国梦，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所以我就希望我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出去看一下，交不一样国家的同学作为朋友，看不一样的知识，学不一样的文化，都让他能够全面发展一点。很小的时候我就问过他有没有过这个想法，就是之前你们问的关于那个有一笔钱要给他结婚生子，对，我有同样的问题问过我自己的孩子。那个时候在他5年级的时候我就问他了，他说他会选择只要出去读书。从那个时候从5年级的5升6开始，暑假的时候就开始给他出去夏令营一次选了加拿大，一次选了美国。我让他去感受一下你喜欢哪个国家的氛围，我们就会往哪个方向去讲。因为那个时候也想了从高中开始想要有出去的打算。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也带他听了很多的上海国际学校到我们嘉兴来开的那种座谈会，我听了一些，我回过去也跟他讲一些，分享一些，我就会再三的跟他说，我说这是你人生第一次做决定，没错，做重大的决定，是第一次选择权给到你，你要好好想一想，就是这是你的人生，你自己选好，就选了路，你不要自己就不要轻易的回头。然后他自己也比较斩钉截铁的选了，所以从小升初的暑假，他没有一刻是闲在家里的，因为他的英语不是很好，口语啊什么他张不开嘴。那个时候我就送他去上海的新航道封闭式训练英语，可能受我姐姐的影响，我也会让他早早的学。那个时候去美国们要学托福，要去英联邦的学校们要去学雅思，都让他去感受，也都报了名让他们去学这种英语，他也考过试。所以在这个去之前，我们其实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有一天潘燕从书包里拿出厚厚的一叠动车票，是每一个星期他去上海学托福或者雅思，我把他送到动车站，动车票买好，他自己下了动车，然后自己去转几路地铁到这个地方学，当天学完了之后再这样原路一个返回来，我晚上再去接他，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孩子肯定是想好了，我一定要留学，对，所以他才能愿意这样一直这样读。
然后选择美国还是选择加拿大，是通过那次夏令营下的决心吗？还是你们帮他做出了哪个国家的决定？2次夏令营让他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呢，正好可能小孩子也会有一些受到哥哥的影响，因为哥哥在加拿大，他可能觉得，哎，我在加拿大可能也会有个朋友啊，或者有个亲戚啊。选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考虑很多，他就说我也要去温哥华读书，就去加拿大这边。因为哥哥在温哥华。哎，对对，所以就是当时他也没有选美国，因为我也不是也让他去参加过这种夏令营嘛，他可能感受的话，他可能还是觉得那边的氛围要好一点，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他比较喜欢的地方读书。他是几年去的温哥华？我们是初三，2019年7月份。我们选择初三去的话，也是听了姐姐的建议。她说你在那边读4年高中的话，是可以不用考雅思的，因为我们的英语口语一直是不太好，所以他如果是纯要考试通过，一定要达到多少分出去的话，可能对他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从高一，我们这边的初三就开始出去。那你事实上觉得就是初三出去和高一出去，你觉得是有区别吗？有区别，他也还很感谢我，他说妈妈，他说我们姨妈的话没有听错，我从高一就去，他不用考一个试，因为他看见哥哥考那个雅思，他觉得很痛苦。他说其实英语只有我们中国对这个语法啊什么东西很讲究，他到了国外可能没那么讲究的。哎，对对，他觉得可能没有那么讲究的。他说如果我一定要考这个试，考到了多少分我才能出去的话，他说可能会消耗他很多的精力，可能也不一定会这么顺理成章，他会更加高兴的出去，因为现在他出去的时候没有那么困难，所以他会更加的高兴。我还清楚的记得他走的那一天，我把他送到机场的那一天，他就很简单的给我一个背影，跟我说老妈再见，用背影跟我说再见。他是一个人去的温哥华吗？一个人去的。他爸爸是先从重庆飞到那边去帮他把 homestay 全部都准备好了，在那边等他，然后他从这边过去的。就是从中国出发过海关10几个小时的飞机，他都是一个人。全部都是他自己。对。那时候他多大？初二呀，初二升初三那个过程呀，中国这里，他2019年出去嘛，他2005年14岁15岁。14岁，对。肯定是未成年因为初三嘛，就说你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就是说如果要留学的话，初三走比高一走要更加合适。对，是的，因为你高一走的话，你到那边你其实读他们的那个高二，你要多考一个雅思，他要有这个分数。其实在国内初三也是总结性学习了，新知识其实也是比较少的。对，是的。那就孩子就毅然决然的2019年去了温哥华。是的。到了加拿大，到了温哥华，孩子有没有过焦虑的时候，或者说你们有过特别焦虑的时候？到了那边之后，学习是马上适应了，还是说老师上课就听不懂然后晚上彻夜难眠，通过时差给你们打电话，给你们诉苦？你们有没有晚上也睡不着，想孩子？特别是疫情2020年，那个3年，孩子回不来，你们也去不了。这种焦虑有没有过后悔？姐姐先。我们呢，因为准备的比较充分，然后我们呢，因为在17年4月份的时候带了儿子实地去考察过了温哥华，那么他7月份去的时候，其实是等于第2次去温哥华的，所以他并没有任何的焦虑或者怎么样。那么在通过简单的入学考试，然后确定他入学的3个月的时间呢，的确是有过一些不适应比方说跟国内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分班制的，它跟国内不一样，就比方说他语文课是在这里上跟这几个同学，然后数学课是在那边上跟那边几个同学，不像我们国内固定的一个班语数英课全部都是同学也是固定的同学，那么他就不一样，他要去找教室。他跟我说，一开始他连教室在哪都找不到。各科可能要找不同的教室。对，这个是他比较焦虑。然后我们一开始的 homestay 呢是一个西人家庭，那么对饮食什么他都不大习惯，因为他都是冷食比较多。对，因为2位妈妈都选择了 homestay， 对并没有选择陪读。对，没有陪读，因为我觉得男孩子嘛，那有时候在他人生这样的一个阶段，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这样一个经历的话，我觉得会对他的成长会比较更大的意义。那等于说2017年7月份也是他一个人来的温哥华。是他一个人一个人，然后是 homestay 的阿姨过来接他。对，他一个人拿了2个孩子都很勇敢，28寸的箱子，然后就从萧山机场
就飞了啊。半夜里有没有过通过时差来找过你，没有或者你没找过孩子？没有，我也没有，因为我啊比较是放手的。我们初中的这个3年也是寄宿制的，在学校。那么 homestay 的饮食不合胃口，你是怎么解决的？或者孩子是怎么解决的？逼着自己去习惯啊，就这样啊，因为你不吃要饿肚子啊，对吧？然后呢，还有我们在择校的时候，我们在17年4月份去温哥华第一次去实地看学校的时候呢，我们选择的那个学校，它有一个 center 的啊，然后里面有一些广式的餐厅。那么他如果实在觉得吃起来不大习惯了，他就可以到那个 center 去买那个中式的那个料理来吃。那么相对来讲啊，会缓解一下思乡的这种。我也记得这个场景，当时有个新西敏和高桂林，对，3所学校对，然后高桂林呢旁边离那个中心很近，里面有大统华，当时也想过这个问题，对，就选这个学校，当时为了解决这个中国胃，也是一个原因，对的。然后呢，反正疫情的这个3年呢，他已经适应了。我们是17年去的，疫情是20年，那么其实他已经比较适应，而且我们在疫情期间的那个 homestay 的阿姨呢，也是换成了华人，那么所以在饮食上也照顾得很好。所以其实疫情这几年我们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担心。因为阿姨也经常会发一些视频过来啊，就是吃什么呀，或者是孩子在那边的学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担心。那么作为儿子，可能不像女儿这么会撒娇啊。对。但是你几次和他沟通中，有没有会隐隐的感受到，其实他是有点害怕，想回来？想回来是肯定没有。他17年去的嘛，等到他拿到了大学的 offer 以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至今还是比较印象很深刻。他说：“老妈，他说首先我很感谢你，就是选择给我这样一个多一个留学的机会啊。他说第二呢，他说我也很感谢通过这一次留学，能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这种人在屋檐下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前面是在西人家庭嘛，那有很多生活习惯啊，什么都不一样饮食啊什么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他说有一些失落，受到一些打击他的状态，但是他是在3年以后才告诉我，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他在西人家里住了18个月，就1年半的时间。后来转到中式的，后来转到华人家庭就不存在饮食或者是习惯的问题。但是他前面没跟我讲，3年后然后跟我讲的，但是他说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那么从去温哥华直到拿到大学的 offer 这个期间，你从来没有后悔过？没有决定因为儿子，我跟他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他也比较适应，然后呢，特别是在拿到 offer 以后，然后通过他对我的这个感激的表达，然后我更加觉得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选择就是你肯定保证你是没有在半夜里偷偷哭过想儿子。这个我可以跟所有的看视频的观众保证，我没有哭，也没有。你说担心那是肯定的啦，因为毕竟要到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这种担心也不会说是影响你的一个选择。就你看，我们从高中到大学，然后现在也那么多年了，然后我觉得没有过后悔或者怎么样的，反而是哪怕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对，有一些家长甚至会召回自己的孩子。对，你也没有想过这种？没有，因为我们呢的确是问过孩子的。我们说现在疫情那么严重国外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也是网课，他说没问题啊，他说我觉得我可以应对的，那么就好了。那么我们在疫情的时候的确是回来过，那是因为证件过期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没有什么。也是要坚定的要走的。那当然，很多一旦当时的决定你做出以后，那肯定会有很多的困难或者一些挑战。那人生也是这样嘛，对吗？比较顺利的度过了最艰难的3年。对，其实对孩子来讲呢，肯定是他有很多没有跟我们讲的一些心酸的一些难受的一些事情，我们也能够想象。但是呢，我们觉得成长的过程就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就这样。而且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才承受这些不确定性。你要为了你的决定去付出你的所有的一些努力，就是这样的。最后拿到了哪个大学的 offer 呢？
我们拿到了多大？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们当时的确也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孩子，就是在国内我们排名可能班级的什么前10我们都比较勉强，那的确能够拿到这样顶级学府的一个offer，我们的确作为家长，我们是觉得非常开心的。作为孩子来讲呢，他也很满意。那对于他这3年在海外的求学经历来讲，也是一个肯定。多少就是姐姐还是控制住了一些感情，特别是讲到拿到大学的 offer，儿子给他那个打电话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种激动，但是还是控制住了。同样的，刚才问姐姐这些问题，问到妹妹，我们孩子回忆这个4年是怎么过的时候，他有跟我讲过，第1年在学校里成绩根本不用担心，完全跟得上，无非就是我可能听不懂他们一些语言类的课，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平常的话大把的时间是属于完全自己的，父母又不在身边。我们国内的孩子都喜欢玩游戏，手机不离身。他说：“妈妈，我真的玩了整整1年。”自由的小鸟。对，自由的小鸟玩了1年，但是玩了1年之后，他厌倦了这种生活，他自己厌倦了。他从10年级开始，他就想要沉下心来好好读，开窍了。开窍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正好我们也换了一个 homestay， 因为原来的 homestay 的它是一个外籍家庭，后来换了一个华人呢，是个台湾人的一个，他正好本身也是个老师。那么正好我们攀岩住过去之后呢，他一边就住在那边的话，跟他交流，他还给他补课。当他的成绩稍微提高一点点的时候，就小孩子就突然就觉得。原来我可以奔得这么前面，对，我可以达到这个高度。对，他就一下子就自信心爆棚，他就拼命的往前读，很努力。我们可以从跟他的对话中可以发现他很努力，很努力。跟他一起同期去的，我们有一个同学，一直就是留级，他没跟上嘛，他就一直留级。就是在比较合适的时间激励了孩子。对，他就激励了孩子。当一个孩子要了的时候，他就会拼命的要。第1年他确实挺痛苦的，他除了打游戏，还不停的给爸爸给我，他会打视频，那视频电话你永远挂不掉的，就是想听听你们声音也好了，这个属于很正常。这个第1年他其实是在一个自己要度过一个煎熬的时段，你只要跨过了这个第1年的这个难熬的孤独的这个时段，你第2年你习惯了就好了。每次都是他打给你，不是你们打给他。那基本上都是他打给我们，就觉得好像不管几点钟，我想你们了，我就要跟你们聊天，我不管他是半夜还是早上，他就会跟我们就是，而且他电话也挂不了，就经常会跟你们乱七八糟的讲一大堆。我们其实也知道他所有的亲戚都不在身边，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吃嘛又吃不好，睡嘛可能也没有人帮他洗弄，然后呢读书呢就是语言又跟人家没有办法交流，也不能点外卖，也不能怎么样，能陪伴他的可能就只有游戏，要么就是手机里面的我们了。随叫随到的父母。对，就是一个阶段以后，他熬过了最难熬的这个一段时间以后，他立马就已经适应了，他的新生活就打开了。挂掉视频，你有没有哭过呢？我从来没有哭过，我从来没有哭过，我会觉得。怎么又打来了？从来没有过。没有，他爸爸也没有，我也没有。但是我们会很耐心的陪伴他一段时间，我们也会适时的会挂断电话，就比如说我们要去上班了，我们比如说我们早会开始了，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会跟他的适度的跟他说差不多了，有话我们明天再说或者后天再说。疫情的3年，他回来很困难，你们也去不了，你们没有想过让他回来吗？要说一下，第1年他可能在适应期的时候，他半年就回来了。他半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这个暑假我想回来，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你想回来怎么不可以呢？可以啊，回来跟我们一起。”但是他过不了年，他只有圣诞节这么几天假。但是哪怕这几天假，他也是好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明白他在适应阶段，我们要努力的接受他在适应这个过程，不能拔苗助长。对吧？你能适应，我们是最好的。如果你实在是不能适应，那我们也只能把你招回来。但是只要你能熬过、扛过这个阶段，你就一定能够可以。后来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有讲过要买往返票，因为我有跟他讲过往返机票要便宜，然后他很主动的就是时间，对，时间一到他就立马就走了。后来就正好就是我们是2020年的1月4号回去的，后来就爆发了疫情，后来有3、4年没有回去。但是他一旦知道回不来的时候，他在那边很心沉下来，他知道回不来干什么？好好读书呀。然后他空余的时间干什么？研究食谱。他有一个中国胃，想吃怎么办？他说妈妈我没有办法呀，我只有自己做呀。那个时候会打视频跟
外婆请教，奶奶请教，奶奶你这个红烧肉嘛怎么做的？外婆你这个狮子头嘛是怎么做的？也会跟他们适当的通过学一些这种东西，度过他一些闲暇时光，让他有一些感觉，我觉得好像没有跟我们离得太远。那他那个拿起视频挂不掉这样的阶段，多少个月之后解决？没有了，其实就是最前面的2、3个月。以前在我们的羽翼下成长，至少是初1、初2的时候，妈，我袜子在哪？妈，我鞋子在哪？还是有这种。但是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他独立了一点啊。等到他疫情的3年回来之后，我就觉得他完全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男孩子，完全不需要我去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是他来跟我说了。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妈妈，你要配合我干什么？哎，对，他就是很清楚的自己知道要干什么，不需要我去牵他的手。像我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在国内读高大学的，这种爸爸妈妈还离不开的那种，我们不能出去啊，走不了太远啊，我们外面坏人多啊，我们从来我们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过，就非常独立，相当独立。我觉得就是这4年最大的就是独立。前段时间他回来，他有个实习期嘛，我还问他。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重新选？回到2019年，你会选这条路吗？他说我还是选这条路。他说妈，你知道吗？他说我现在是强哥最拿得出手的孩子。这个强哥是谁？是初中的语文老师。他以前在整个年级里面，360个学生里面，他大概排300到310之间吧，是这样一个孩子也行了。他说我现在是我们强哥最拿得出手的孩子。所以说最艰难的时候，现在虽然说妹妹用比较轻松的话语，好像跟我们聊，但是其实这中间是肯定有过挣扎，有过失眠，也有过泪水的。当然有可能比较短暂，马上就过去了，这一点非常好。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现在能够笑着谈。是的。现在孩子后来回看自己这个过程，他也会觉得。原来曾经走过来的时候是有点痛苦的，但是你熬过来了之后就是很光明的。因为你们2位经历过普通留学生没有经历过的疫情3年，就那疫情3年，现在随口一讲疫情3年，但是回不来去不了，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不像现在机票护照一拿，明天就可以到了，这种心情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知道的。那现在我们又进入第3个环节，那么到了加拿大。这样的学业，这样的学习氛围，是不是能够承受这样的自由教育？父母有没有够焦虑？或者说上课3点钟就放学了，放学之后孩子干什么？然后成绩不公布、不排名，孩子怎么激励？或者到了加拿大之后，有没有一些国内学不到的东西？或者你们认为在国内的确应该学的东西，但是到了加拿大学不了？到了那边之后，教育和国内有什么严重的不一样？还是姐姐先来。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比较有发言权。因为当时呢，他大概去了1年多以后，学校呢发了个邮件给我，说是要跟我碰个头。然后我一开始还有点担心哎呀，我们这里就是被叫家长的话，去学校肯定是不大好。然后我就过去了一趟。那个时候去呢，那高中的时候，那个辅导员跟我讲了一下。结束以后，我都觉得晕乎乎的，我不敢相信这个是我的儿子。然后在他的口中，我的儿子就是明天就可以去选总统的那种就是非常的优秀，然后把他所有的优点放大。那么这跟我们国内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的呢是很明显的，就我们叫做赏识教育，那国内呢就比较卷。那他叫你去的最主要的目的，因为你很久没有去嘛，对吧？那你有1年多了，他总要见一下你，然后呢要跟你聊一下。因为呢1年多他也要涉及到他们要申请大学学分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会跟你规划一下，就是像你儿子的这个情况，我们建议他申请怎样的大学啊，或者进入怎样的一个领域行业更加适合他。他们是这样的。很早我觉得很早就开始有这种方面的规划，要跟家长来沟通这个事情。10年级，那么11年级，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跟国内不一样。那国内呢，因为可能我们的生源比较庞大，那永远有比你更加努力、成绩更加好的孩子。老师呢，肯定也是会不断的会激励你、鼓励你再提个2分，再提个5分，就这样。所以这是2地最大的区别。那么针对他学习的这个时间一开始我们也觉得，哎呦，3点钟就放学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每一次的考试，我们有时候会收到一个成绩单都是
全 A 的。那么我就问了儿子了，我说你每天学习的时间那么短，而且语言一开始又不是很适合。他说，在国外学习的这个内容，其实在国内我小学都学过了。哦，他说有很多东西就是觉得很简单，他说拿分数是没有问题，但是国外它不仅仅是讲理论的这个分数的，它是综合性的。它不单单是你学习要好，它可能要求你各方面，比方说体育呀，或者是有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有很多它都需要你是共同的，那这就跟国内不一样，国内完全是讲分数排名。那你孩子下课了之后，甚至于11年级、12年级，有没有自主去补过课呢？就是这种密集式的补课。没有补课，因为不需要。他们那边是讲究一个团队合作的，比方说这个作业可能需要3个同学，或者甚至于更多的同学去共同完成，就这样。所以他的时间呢，可能都花在这个上面。那没有排名，你没有觉得特别空洞嘛？都是 A，那么在班级里到底有多少个同学都是 A 呢？有没有过这种担心？国内的家长他比较习惯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方式。那因为我们在做留学之前呢，我们都已经了解过了，就当地的一个教育方式或者怎么样，就我们还是有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准备啊，所以并不是说特别的焦虑啊，你这个成绩到底怎么样啊，排名怎么样啊，没有，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到，到了加拿大之后，他在学校里学到了原来在中国学校里没有学到的东西，有没有？儿子当时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老妈，他说在国内呢学呢是往重里面学，就是往深度学，在国外呢是往宽度学，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深，但是他学得很宽，就是你可能了解的东西更加宽广，范围更大，他说这个是最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就是不论是你还是孩子，觉得就是中国的教育和加拿大教育，你并没有觉得是脱节，就是好像你们好像不在中国接受教育而你们错失了什么。所以我呢，在留学之前做了很多的调研之后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啊，就或者是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一定要在国内的9年义务制教育结束以后去留学。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的理论知识就学得非常的扎实，因为我们的9年义务制教育学的东西其实是很早的，就早于国外的一些其实你并不提倡小留学生，就是小学的时候去。没有，因为我们的9年义务制教育还是不错的，就是因为小孩可能会学得比较苦一点啊，但是呢，他的基础很好。那么他出去留学以后呢，可能会弥补他语言上的一些不自信。那至少他理论的知识他是很扎实的，通过一些考试啊或者怎么样他会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强项，一个比较让他有自信的地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你觉得最好的时间还是像你建议你妹妹一样的，就在初2读好之后，初3出去。对，要等我们的义务制教育结束以后增强我们国内孩子的一个自信心。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时间段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也就是并没有焦虑过，到了国外之后没有那么卷，没有让孩子在那么高压的情况下继续学习，觉得放飞的这个教育还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卷不卷的，最主要还是看家长自己。你如果说要把孩子送去国外留学，作为家长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你目的地国家的一个教育实际情况。你不能把任何东西你都把它变成中国的国内的这个体制内的教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你这样的话，可能你会更焦虑。这一点上就是你觉得不光是你，孩子也是平稳的都过渡了。对，这个建立的这个基础就是你看孩子他要有一个扎实的一个理论基础，而家长你必须要有对当地的教育体系的一个了解。所谓的快乐教育和自由教育，你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孩子在初3、高1的时候出去，其实已经是能够把握了。是，因为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他更加会更快的去融入到当地的这样的一种教育也好人文也好一种生活习惯、文化习惯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去留学会更好而且这样的没有排名对，然后呢，老师也并不是这样紧迫式的
压迫家长，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排名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家长自己卷自己。排名嘛，自己在家里先算呀，能不能够得着呀啊？对梯子只有一把。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么同样的问题也是一样，问一下妹妹，嗯，就这样的教育，你觉得脱节吗？孩子10年级的时候，他习惯性把每次考试考完了之后，他们都会有一张成绩表的，这成绩单他会发到群里面，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就是我每次看到之后呢，他都会是有 A，可能会个别有个 B，但是整体是很好的。它下面很多的那个会有老师的评语，是对这个学生的肯定，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怎么好啊，有什么什么优势。就是看了之后呢，就是他没有排名，他会让我没有那么焦虑。他不像我之前跟你讲的，我们360个里面，我们老师排300名啊，那就是会让你老师经常跟你说，哎呀，你们小孩以后嘛这样不行的，那样不行的，就是好像很焦虑。所以我对他可能也就是回到家也没有好脸色，就经常其实亲子关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经常因为也会大呼小叫，因为我的焦虑传给他了嘛。那么但是他现在很轻松的学习之后呢，就可能他自己觉得也比较轻松，可能也比较好。然后我们离得远一点，我可能没有那么对他那个。我觉得首先我们的亲子关系非常好。那么平常呢，他爸爸可能对他的学习呢会多关注一点。比如说你得了一个 B，你哪个是 B 的话，你为什么是 B？他可能会进行一些讨论，两个人那就是他们之间讨论的事情。那我平常负责的是对他生活上的一些缺什么或者怎么样需要我这里来做的。大概就是10年级的左右，我印象还挺深的。反正人家刚刚开始高一的时候，他10年级，我看到他朋友圈里面他推了一条广告，是招义工的广告，就是说他在哪个地方，他们有这种义工课的，他可能有学分啊什么的啊。他就是联合身边的一些同学，就是帮这些义工站去做这些义工啊什么。我甚至于看到很多就是义工站发来的评语啊，或者对他的那种就是比较感谢的话，这种其实他都会在一些成绩单上他能展示出来。我就会觉得这个孩子突然之间一下子就长大了，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他又独立又自信，现在给人感觉就很强壮，不需要我像一只老鹰护着他一样的。我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他独立了，他可以做他自己所有想要有的选择，因为他有自己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对，再也不需要这样填鸭式的、压迫式的教育，对，然后他可以去交朋友，可以去做义工，对，虽然义工可能也是有一些是学术上的要求，但是他会把空余的时间，他会去做这一些，就是看不一样的国家嘛，就是他们学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就文化不一样，学的不一样。像我们这里是没有义工这个概念的，就是老师周末的时候最好都是你去补习，然后像最近不是有秋假了吗？最好秋假你也去能上个网课，能够补个习。那但国外是不一样的。那我也问了孩子，就是说你们3点多就下课了，那你做些什么呀？他说有时候回来嘛就研究一下菜谱，然后就是自己家里面搞一下卫生。他说他在他的留学生，他们叫留子啊，他们有个专门的留子。他说我在我们留子里面我是最干净的啊，我是最干净的。我不是衣服闻一闻，还不是继续穿。他说你还嫌我脏？他说你知道吗？我是我们留子里面我最干净的。他说啊，就是也会有一些，然后平常也会做一些就社团啊、社工啊这些工作，就是来丰富他的一些课余生活。就是你是通过孩子的这些表现，并不是通过学分来看一下孩子在温哥华的这个学习状态。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要学了嘛，要学了之后嘛，他胆子也大了，成绩好他就敢发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啊。这个群里面，他有一个老师，不是那个 homestay 的老师嘛，也每天会跟我们讲一下孩子1周以内他学了一些什么，他会有一些什么进步，哪些地方需要我们配合他，就是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也会跟我们有一个互动。那么老师在孩子的分数下面做出评语，评语除了就是表扬孩子种种的好之外，有没有会写孩子有不足的地方，还是不会写？他不写，他不会写的，但是他会私下里跟你交流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有哪个地方，你下次跟他交流的时候，就是你要注意一点，比如说他打游戏的时间有点晚，我们 homestay 比如规定11点钟我们要熄灯的，他可能不熄灯，可能躲在被窝里面，也会有这种情况的。他说你们也不要以这种好像很凶的方式跟他以成人交流的方式跟他谈一下，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也会跟我们有这种交流的。这个教育上的分歧没有问题，孩子也是平稳度过。就像我姐姐说的，赏识教育比较多，就是你听到的话永远是这个孩子99%是好的，他唯一一点点不好的就是可以忽略不计带过的。但是在我们父母眼里看出来，孩子总归有很多的不足。他在外面学习，他只要自己要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不需要太
指手画脚，就放手让他自己去选。你给他一个自己的舞台，随便他自己怎么去发挥。就是这些时间你并没有被他支配掉，就他自己安排，对吧所有的时间都是他自己安排。我跟他说，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走，每一步的决定都是你自己下的。你其实以前应该是我们以后才放手的，但是自从你出国读书之后，我们只是提前放手了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提前放手放得对，因为你很独立，我完全可以信任你的这种放手。因为你看到他的状态，所以你可以信任。对对对，我看到他的状态可以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第三个方面的话题聊好之后呢，我们应该要聊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做出留学这个决定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经济支持。那么我们要请2位妈妈跟我们聊一下，把孩子送出来，初中每一年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大学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那么最花钱是哪个方面？那么我们先请姐姐来说，花钱。的确，留学的话，特别是去北美啊，留学的话呢，资金的准备还是要事先大家要做一个调研的。那么我们选择加拿大呢，也是考虑到它的性价比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相对美国而言啊，这也是我们选择加拿大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我们是10年级的时候去的，在加拿大读了3年的高中。每年的学费呢，它是16000加币，然后加保险，加上我们 homestay 的费用，我们1年的开销，我们还算是比较便宜一点的，大概是在15万到16万左右每年人民币。这个费用的话是学费、保险、homestay，对，然后机票，对呀，就是这4个部分的费用大概是这么多。15、16万。对，再加上他自己的开销呢，我们帮他办了一张我的附属卡，刷的是信用卡。那么每一个月的话，因为我们 homestay 是包3餐的，那么他有时候就自己去吃一些东西的话，这个时候是费用是不高的。高中的时候。每个月的话，我们大概的费用也是在2000人民币左右吧。那个时候，具体我不是很清楚。那1年也只有2万5。对，这个应该不多啊，不多的。那个时候的开销是不大的。就是中学3年，中学的3年。然后呢，大学，那么就要看你选择什么大学了。那你如果是选择像加拿大，它有3所比较好的大学。像这种一流大学的学费呢，它是比较高的，差不多在6万加左右1年。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租房子了，那我们是租的是公寓的1个房间，3个同学合租的一套公寓，加上这个公寓的费用，加上学费，然后再加上它的开销，这个时候它的开销大概是在1000到1200加币左右1个月，刷的信用卡。那么所以大概我们算出来，它大概是1年需要多少？1年折合人民币的话，应该是在40万到50万之间，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大3、大4的这个阶段，费用还会再稍微高一点。大3、大4他还买车了。哎，对，他买了车，然后是因为他现在是增加了一个专业，相对来讲要稍微高一点，大概是在50万人民币左右1年。就是大1、大2大概40万左右。人民币对，40万到50万之间吧，这样。大3、大4大概50万到60万。对，这个是它是多大的一个学费，稍微高一点。就这样。这个是我们3年没有回来，它这个里面是不包括它来回的这个飞机票的一个费用。但是包括他个人开销的。对对对，其他的都包在里面了。那么大概4年的费用也将近200多万。300万不到一点吧。那么我们给他准备了这么多。加上中学的3年。那肯定是过300万了。对对对，就是这样的。那么那相对美国来讲嘛，因为加拿大我们选的都是公立学校，那所以它的学费相对来讲中学是公立学校，比美国的私立肯定要便宜一些。对，就是公立的中学加上 homestay。对对对，这也是2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价格的参照点。如果是陪读。自己在租房，然后再读私校，那就完全是翻几倍的价格。对对对，那不一样所以我们也要讲清楚2个条件，一个是公校，一个是 homestay。对对。加上呢，到了大学之后呢，仍旧是和同学是合租的。对。并没有自己租下一个公寓。对对对。所以这3个条件加在一起，中学3年加大学的4年，大概需要300万出头。对，我们就是普通的一个留学生的一个开支。如果说家庭条件目前我卖掉一套房，能有这些钱，别的并没有什么结余，你还建议这样的家庭出去留学吗？那这个其实要看家长的选择了。你选择给予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未来，嗯，我觉得这是家长的决定，而并不是孩子。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加拿大它还给予留学生全职学生他有一个工签的，大概一周是20个小时左右。那么你可以拿着这个工签，还可以勤工俭学。很多儿子的同学，包括儿子，他都是有过这种勤工俭学经历的。我觉得也不错。也是适当的零用钱的补充。哎，对，也是一个费用的补充。他在勤工俭学的过程当中，每个月的附属卡的消费折合人民币都只有大概1000块左右。就少很多了。我们现在聊的这个加拿大留学的这个费用呢，基于现在人民币和加币的汇率，在5到5.3之间。对，如果你有300万左右的资金，也可以考虑送孩子出去，也可以考虑给孩子成家立业，再生个孙子。好，那么同样的问题也问到妹妹，妹妹呢是更早把孩子送出去了。高中的4年，我是算过一笔账的，我当时也有过记录，我没有记得很清楚是，比如说你学费多少，homestay 多少，我没有这样算，我只是记录了一下，他高中花了100万，4年花了100万人民币。他9年级、10年级的时候呢，他花费相对于比较少，20万一年。然后11年级、12年级呢是30万一年，所以这样加起来是100万。我当时是做过一个统计的。那么为什么后2年会更贵呢？第1年便宜呢，是因为他到了那边之后呢，有3个孩子的，homestay，那个时候是要便宜一点的，所以他是20万，他也没有做什么补课啊什么的，这种消费方面也比较少。一开始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他可能跑出去的这种机会也不多。刚刚出去的时候他胆子小，他也不太会到外面去吃，他基本上就是在homestay 的家里面吃的，所以也没有其他一些什么其他的消费。等到后来他渐渐熟悉了以后，那么他11年级的时候，他换了一个 homestay，在 homestay 呢，他是家里就管2个，然后攀岩呢整个人就是一个人，他是住了一整间大的，然后也有自己的厨房了，那么所以他的费用会稍微高一点。正好呢，这个 homestay 的那个家长呢又是一个老师，那么他晚上呢，他正好给这1对2的2个孩子呢，他还进行一会儿补课，大概1个半小时吧，反正每天就会有这样的补课的时间，所以总个加起来的话，它的费用就高了，而且呢，换了 homestay 之后，它路程也远了，路程远了一点之后，它可能也会增加了一些路费，它整体就会比90年级要稍微贵一点。这个4年里面回来过几次？就回来过疫情前的那一次就是包括了他高中毕业，我们都没有机会去到他的那个毕业典礼，都没有感受到，这个是挺遗憾的。大学吧，有大学大学吧。然后大学的话，我们现在读大3、大1、大2的时候呢，他有选课的。他如果就是这个学期他选了5门课，那么大概是33000刀。他如果是选4门课保底，他就是说很轻松的可以拿到学分的话，4门课的话大概是29000刀，一个学期4个月。加拿大一共是4个学期，它是1到4月、5到8月、9到12月。他一个学期的话，他有时候是不回来。有时候呢，他回来是为了是实习，他们可能有学分啊什么的，所以他去年的时候他回来了一次。那么大1和大2总共大概是花销了多少？大1、大2就是他的学费2个学期，一个学期33000刀，2个学期就是66000刀。那么生活费呢，他现在是自己单住了，他是跟朋友同学合租，2个人住一套，他房租再加上他自己吃用开销。他2000刀一个月，2000刀一个月，那他比较节省，他不叫外卖的，他什么都是自己买菜回来烧。一个呢，他自己已经很多年了嘛，他养成了要自己要烧一点菜吃的这种习惯。还有一个，他觉得就是叫外卖的话吃不好，然后自己家里面烧的话，他可能会。对，更能控制。有时候同学也会到他这里来搓一顿。自己购买自己的劳动力。对，是的。然后时间他可能也会有盈余。他们的大学时间不是像我们这样从早到晚的，他时间是蛮弹性的，有可能一天里面没有课。对，有时候一天他的就是你这个课有，你可能排几点钟，我只要去上完就好了。空余时间他就会做一些他自己喜欢、感兴趣的事情。那么大概有个概念嘛，比如说这大1、大2加在一起是多少人民币？9万不到一点，你当他现在我今天查了一下是5.1，虚的是45万，45万，差不多，90万，差不多，100万不到一点。对，我们读的是滑铁卢大学，也还算可以的这个学校，然后他的学费也不便宜，也有便宜的大学的，也就是说坐标滑铁卢大学，
大一大二加在一起，就是和同学合租了一个公寓，对，学费加生活费，嗯，不怎么叫外卖，对也不怎么打车，现在也没有自己开车，没有自己开车对这些开销都没有。嗯然后这期间呢，也大概只有1年往返1次的这样的开销，大概是大一大二加在一起是100万人民币对对对左右。哎，对对对，差不多。这是大致的一个概念。但是呢，中学的4年也花了100万人民币对，左4年我右。们花了100万，因为读的是公立学校，对公立学校相对于私立的话，它要便宜一点。啊，也是因为只往返了中国1次，在天价机票的时候并没有回来。因为你们那时候选的那个中学好像排名也非常靠前。高桂林查尔斯那个对博士学校。啊，那么对于现在同样的问题，如果说卖掉一套房，能够够到300多万，但是家里的现金流呢不是能够持续的，那么这样的家庭，你还建不建议他们送孩子出去留学呢？我是觉得资金会断掉的情况下，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来源的情况下，我觉得要谨慎考虑，还是要手头要有这个准备，你才送自己的孩子去留学，因为不要让你一个项目造成你整个家庭所有的瘫痪，这个是不建议的。像我们中国式的父母，很多还是托举式的那种教育。就是可能会倾尽所有，砸锅卖铁，要我们说的啊，会送孩子读书，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还是会劝大家，就是如果资金不是很充裕的话，也是要谨慎。我是觉得还是要以家庭的这个整个的适配度，因为不然的话，你对孩子的就期望值太高。像现在这种情况，不一定能给到你足够的回报。比如说你投资了他500万，你要求他可能5年、10年，甚至于2年、3年就投资回报率马上拿回来，就希望你不要有这种一定要多少年把它就投资回报率拿回来这种。还好现在房产也是下行，真的相对没那么焦虑了。对对对，是的，还是觉得还是要以经济适配度为前提。我们谈钱啊，谈钱这个东西呢非常重要，不论在哪个年代、哪个年龄，都需要谈钱。所以2位妈妈呢给出了比较精确的人民币的参考值。那么现在呢是2025年，给大家做个参考。我们进入第5个话题。第5个话题呢，也是所有做妈妈的最关心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关心这个比关心钱更多，就是亲子关系。把孩子送那么远，距离到底产生了美还是产生了不美？由姐姐先讲吧。总体来讲呢，他出去读书的这个7、8年的时间，那我们肯定是吵架的频率肯定是比他待在我身边要少很多，因为也不常见嘛，因为有时差。对，也有时差。大部分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沟通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那么他的学习啊、生活啊，包括他练琴啊，我们都处在一个沟通的比较顺畅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大部分是我问他，那么他也会很满足我的这样的一种内容，会告诉我，就是跟我来沟通。然后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像朋友啦，我也没有很多的说教，那么他也没有很多的要求，就这样。比如说发现他的信用卡刷了好多你并不知道的花费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呢？那处理肯定是问他了，那你这个费用的话是存在于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费用？那么他会有解释。一般来讲呢，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没有控制好，但是经过沟通呢，都能够完美解决的。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当然，你想啊，这么久的一个留学的时间，你说没有问题那是不可能，但是要看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包括双方的一个理解度，我觉得这都很重要。有没有冷战过呢？当然有，而且谁先低头呢？隔着这个太平洋吵架也吵过好几次啊，但是具体吵的哪些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因为那么多时间，的确是因为毕竟代沟是在的，那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一个期望值，那都是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也正常。但是总体来讲呢，那肯定是我觉得好的这个沟通要更多于这种争执的这种时候。那你觉得儿子如果现在放在身边，当然这条路你是没有走啊，人往往也不知道没有走过的路到底会怎么样。那你认为如果儿子放在身边和现在放在太平洋的另外一端，对你处理母子关系有重大的区别吗？那当然有啊。那因为你平时肯定还是比较关心他更多一点，而并不是要求他做一些更多的符合父母心中的期望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还是以生活上关心的比较多一点啊，吃的怎么样啦？然后冷了穿了衣服了没有啊？或者还缺什么吗？这种话题比较多。然后就是第二个问生活安全比较多。对，第二个问题就是问学习怎么样了啊？然后有先后，他在我身边，我可能会问他。哎，你最近考试排第几名啊？或者可能把学习放在前面。啊，你这里讲的很好，就是话题的中心对，重点不一样了，先后重点次序落在不一样了。哪然后我的关心呢，小孩他也能够 get 到的，就是说，哎呦，妈妈是很关心我，虽然分开，但是还是有他能收到这样的一份母爱，他还是觉得并不孤单。所以呢，这样的感情的处理呢，我觉得还是比待在身边可能会更加好一些。你觉得就是把它放出去，然后在自己摸不到，不是能够及时看得到的这种状态下，你觉得就紧紧的和他生活在一起，这个关系要更好处理。对对对，的确是这样的。好的，这也是妈妈们最关心的，把孩子放出去，会不会母子关系淡了？他是不是会更不喜欢妈妈了？那么他如果谈了女朋友，你都是怎么处理的呢？隔着太平洋，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确是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大概99.9%是支持的。如果他在国内啊，可能高中可能有一些恋情啊，或者怎么样。那一般的家长的做法呢，就是不行，态度是很坚决的，以学业为主。但是我呢是这么想的，因为毕竟呢他是很孤单的，他在那么远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有一个女孩子给他做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弥补就是填补他亲情的这样的一个不在身边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倒是反而是很好，对他的身心健康我都觉得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是态度是很明确的，我是支持的，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一定哎呀学业为主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荷尔蒙身体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觉得。我是支持的这也是比较难得，就是在国内这肯定是要打压的，肯定不行的，对吗？肯定是学业为主啊。孩子放在身边和孩子像风筝一样放出去，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的，是的。但是亲子关系呢，肯定没有更淡漠。亲子关系因为某些方面的妥协也好，或者某些方面的理解也好，反而比以前更加紧密了。这是姐姐的总结。听听妹妹的。我们家儿子因为从小就是因为爸爸生活在外地嘛，就从小我是一手把他带大的。从他出去之前，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呢，就是我母爱泛滥的时候，我什么都能容忍的时候呢，那是亲子关系是很好。亲子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到学校里面或者看到他的成绩单，或者学校老师叫我去一趟啊，那这个时候回来的话，基本上都是会有不开心的，包括孩子。到了一定的阶段，他喜欢电脑，喜欢玩游戏，这是属于大多数孩子都有。就这种时候，我也会像很多的爸爸妈妈一样会爆发。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初2的时候，有一年他在玩游戏，我叫了他几次他都不听。后来我生气了，我就把他的手机从我们家住28楼，我就扔出去了。正好前一天还有一个新闻说，有个爸爸把手机扔出去，10岁的小孩就跟着跳出去了，从10楼上就这么跳下去。我那时候也很紧张，很担心，但是扔的时候是冲动，真的是很冲动的，就那个时候什么都管不了，扔出去。但是我还时不时的去看他，我也一直告诫自己，这样的对待方式是不对的。但是我在暴怒之下，我是控制不了自己，因为距离太近了。对对对，就是而且我很容易受到周边的一些情绪来影响我，就是会时不时的就会有情绪的爆发。那么后来呢，他出去了以后呢，我反而觉得我跟他的亲子关系更好了，他会什么事情都来跟我分享，因为见面见的少了，我的焦虑没有带给他，那他相对于轻松一点，他很愿意跟我分享。就拿起视频的时候，大家还是互相把美好的一面留给对方。对对，他看到的我是很心平气和的妈妈，心平气和的妈妈，不暴躁的妈妈，是他爱的妈妈，所以他跟我聊的时候呢，他也会很开心，他什么都跟我讲，甚至于他在大学之前喜欢了一个女孩，暗恋，他那个时候也跟我讲了，妈妈，我想要表达。我说你马上要考试了，你还要表达？他说就是因为我马上要分开了，我才想要表达，行不行？就这样的母子关系让很多妈妈是羡慕的。对，就是他来问我，他说妈妈我怎么办？我跟他说我是不建议你的，我说你考上了大学以后，你再跟他来分享这个事情，你们去旅行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他说妈妈我并不老了，我一定要，不然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完美，人生不完美啊。那我就跟他说，那行的，那你去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去做。他表白了以后，他说
我明知道会失败，我也要去试一。他试一下之后，他后来跟我讲，妈妈，我失败了。那我就劝他了，我就说你要感谢这个女孩，因为她明确的拒绝你了，说明其实她对你是负责任的。她如果不负责任，她吊着你呢，你很难过的，对吧？我说你要相信你的眼光，我说你的鼓励肯定是对的，对，否则他老是从大学成年之后回望这个高中，他就觉得没有表白他是错失了。对，然后他错失了之后，他花了2、3天的时间来调整了自己，以后他马上又投入到他的那个复习当中去了。我还以为马上投入到新的恋情中没有，他投入到他要就是准备要备考的那个地方去了，就是他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但是一开始他跟我说这个时间的时候，他纠结了一段时间才跟我讲的。他得到了我的答应之后，他很快就去表白了。表白他明知道是失败的，他一定要去试一下。就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蛮感动的，就是孩子有什么他都来跟我分享，这个是我最感动的，不会因为好像这个事情多难为情啊什么的，他把我当朋友一样的这种交流，而且是一个容易失败的事情。对他很就是交流嘛，就是很像朋友一样，没有像那种好像有很深的代沟。那你觉得如果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话，他是绝对不会跟你分享这种问题的。不会，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情绪感挺强的人，高兴也在脸上，不高兴也在脸上。他平常如果看见我脸色不好，他还是会知道，今天我妈心情不好，我哪些话不能讲，我唠着走。哎，对，是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但是距离产生美，有一点的，有一点，有一点的，就是他镜头前我是心平气和的，就是你也是完全同意姐姐这个说法，就是不但母子关系没有冲淡，不干预。我跟他说的，他在去读书之前，我就跟他讲了，你只要不找一个同性恋回来，都是可以的。他爸爸要求他不找一个肤色不一样的，可能就是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爸爸就同意了。同意了，只要你喜欢，只要你喜欢，就是不去干涉他太多。父母可能觉得在这么远的地方，儿女们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安全，对，然后健康，是的，心灵健康。然后我们来进入小结阶段。刚才这个妹妹也提到了一个话题，比如说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同性恋合法的一个国家，两方都是儿子，那么他们到底给后来的人想给什么样的建议呢？多种因素之下，是不是还建议大家继续跨出留学这一步？姐姐，因为留学这个事情其实是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以及整个家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一定也是要谨慎做出一个决定。在做这个决定呢，其实我们是国内高一的时候我们出去的，虽然是这个时间出去，但是我们的规划是从他小学就开始了。那么这个规划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包括他思想上的接受，并不是说父母给一个决定给到你，而是他自己决定他的未来。那么他而且全程是参与的这个未来，所以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他从小学的4年级开始，每一年的2个假期，暑假跟寒假，我们都出国旅行。那么让他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以及开阔他的视野，让他知道世界有那么大，并不是像他书本里面看到的只有一些文化类的理论上的知识，而且有那么美好的世界在外面。那么从这里让他有一个想去看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当时的时候去加拿大去看这个学校，就水到渠成，他接受的非常快，而且非常快的适应。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要早给孩子要尽早的沟通这种想法，对，一定要让孩子从内而外的去接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比准备钱更重要。这是因为他如果从内而外的接受，而且意识到去留学的这条路的不容易，以及所遇到的很多的困难，那么他至少他心里有一个准备。那么这也是我一直在说，孩子成绩好与坏，去申请哪个大学，更重要的就是他身心的健康，就是这是作为我们留子家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他至少你身心是健康的。那么这个健康的前提就是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就是这是很重要，就给到大家。如果时光倒流，曾经回到2017年，你还是会选择把儿子送到加拿大，送到温哥华，对吗？每一个人的成长啊，他都会遇到不同的一些挑战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因噎废食，因为要噎住就不吃了。对呀，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就没有出现的这种情况，我们家长不要去做太多的焦虑。那比同性恋更严重的可能还有很多啊，比方说像大麻的合法呀，或者是其他，就我们家长就是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其实
我觉得没有一些太多的焦虑，因为你如果说焦虑的话，那你什么事都干不了。我觉得大家就做好一些正常的一些准备工作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其他都交给时间。对，相信孩子啊，相信孩子。我们也比较幸运啊，看到这个姐姐和妹妹的孩子都在加拿大发展的很好，也会成为加拿大最重要的人才。那么接下来呢，同样的问题也是问一下妹妹，你给现在想把孩子送往加拿大留学的父母有什么建议？我是觉得，如果想要有出国留学的这种意念的话，就像我姐姐说的，要尽早做规划。你去美国还是去加拿大或者是其他国家，因为一个呢就是出去读书的话，还是需要一点点语言基础的。我们的语言太差的话，可能也不行。确实也是，等到有一定的义务教育的基础出去呢，可能对你的孩子呢，跟当地的这个学校的衔接呢，可能也会好一点，让他的知识没有脱节太多啊。甚至于我们的中国的基础教育是超前一点点的。最主要的，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你一定不能是自己家长想送孩子出去，而是要让孩子自己想出去。就是这个工作是需要你们跟孩子之间一定要前期沟通好的，不然就是你一厢情愿的送孩子出去，他到那边什么也不闻也不顾也不学习，很颓的过了一段时间，你哪怕是毕业了出来一个很不好的学校，我觉得意义也是不大的。我还是觉得就是一定要跟孩子沟通好，让他自己也想要也想去，那么大家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才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对想去留学的家长做的一个建议。我在送孩子出国之前呢，我跟他说过的就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那么就是我们不能干涉别人的国情，我只能教育你。我说在妈妈心里面我是有底线的，我的底线就是黄赌毒，你是绝对不能碰的。我说就是不管他们国家同性恋也合法，大麻也合法，或者甚至于枪支也合法，我们都不管，但是我只能管你，就是这个是我的底线，你要心里清楚。那么平常我跟孩子的教育中，我也挺关心他是不是会吸烟啊，有没有去酒吧呀，或者有没有结交当地的有一些同学啊，可能会跟他交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话题，包括他有时候回来，我会看他整个人的状态。那么就是我们目前就觉得出发之前，我们都再三的跟他提点过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他还是蛮上心的，这些他都是记得很牢的，他也知道的，就底线在哪里，不能碰的东西他绝对不会碰，还是有这个意识在里面的。其实防是防不住的，对，防是防不住，最主要还是孩子他自己本身的。对，人家的国情就是其他国家的国情，那是人家的国情，那在爸爸妈妈心中他有一杆他自己的秤，还是要让孩子知道的。我虽然放你出去自由了，风筝是放出去了，但是你有些东西你注意的地方你还是要注意的，该注意的地方要注意的。还是要感谢姐姐和妹妹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我们的聊天也非常开心，拿出喝咖啡的时间分享留学的经历。我特别欣赏妹妹孩子的一句话，我有一次在她的朋友圈里看到，她没有屏蔽我啊，她说非常感谢爸爸让我站在他的肩膀上看世界，用这句话送给所有屏幕前的父母。